我開着造價2個億的絕密測試車去補胎，黑心汽修廠的老闆卻偷偷往我變速箱裡撒了一把鐵屑。他拿着扳手，帶着幾個紋身大漢，把我圍在中間，非要強收我8萬塊的總成更換費。我沒吵沒鬧，乖乖掃碼交了錢。只是求他在維修單上蓋了個大紅公章。走出大門那一刻，我撥通了國家工信部機密處和市局經偵大隊的專線。喂，我要報案，我國耗資2億研發的下一代絕密動力箱被盜了。下午3點，我開着一輛貼滿黑白斑馬紋偽裝車衣的轎車行駛在國道104線上。在外人眼裡，這輛連車標都沒有的轎車醜得像個拼裝的半成品，但只有我知道，這層醜陋的車衣下面裝載着星火汽車集團耗時3年、斥資2億研發的下一代磁悬浮矩陣動力底盤。這是國內新能源汽車真正能實現彎道超車的絕密王牌。今天是我負責的最後一次長途抗疲勞路測，只要開過前面那座山，這項國家級保密項目就能正式封檔。然而意外就在這時候發生了，砰！右前輪突然傳來一聲剧烈的悶響，緊接着方向盤猛地向右偏撤，一股極其爆裂的失控感瞬間傳遍全身。我咬緊牙關，死死穩住方向，沒有踩死剎車，而是採用點剎的方式，硬生生將這台重達2噸的鋼鐵巨獸穩在了應急車道上。推開車門，一股焦糊的橡膠味撲面而來。我蹲下身，看着徹底瘪下去的右前輪胎，眉頭瞬間擰成了一個死結。我將扎在輪胎上的釘子拔下來一看，赫然發現這是一根嶄新的焊接着倒刺的三角鐵釘。這根本不是什麼意外灑落的建築垃圾，這是有人故意設下的陷阱。就在我拿出手機準備呼叫集團內部的特勤救援車時，嗡！一陣刺耳的柴油發動機轟鳴聲從後方逼近，一輛爆閃着黃色警示燈的破舊輕障拖車像聞到血腥味的蒼蠅一樣穩穩地停在了我面前。車門踹開，跳下來一個穿着油膩工裝、胳膊上紋着條過肩龍的光頭男人。哎呦兄弟，爆胎了！這荒郊野嶺的，算你运气好，碰上我了。上車吧，拖到前面镇上，500塊。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不用了，我叫了公司的救援車，馬上就到。這台測試車涉及2億的商業機密，按照保密協議，絕對不能進入任何非授權的第三方維修廠。光頭男一聽，臉色瞬間拉了下來，他用力拍了拍我那滿是斑馬紋的引擎蓋。叫什麼救援？這條道上的規矩不懂嗎？你的車停在這兒影響交通，必須馬上拖走，不然交警來了直接扣你的車。隨着他的話音落下，拖車副駕駛又跳下來2個拎着大號長柄扳手的壯漢，一左一右極其熟練地堵住了我的去路。他們的眼神裡透着吃定我的囂張。如果我現在動手或者强行鎖車離開，這幾個地痞很可能會因為被激怒而暴力砸車。車殼砸了是小事，但如果底盤裡的絕密傳感器受損，這2億的研發心血就會前功盡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壓下心頭的怒火，做出一副外地司機認慫的模樣。行，拖吧，但我車子底盤低，你們慢點上吧。早這麼痛快不就完了？光頭男嗤笑一聲。10分鐘後，測試車被拖進了一個用鐵皮圍起來的大院子，門頭上掛着幾個搖搖欲墜的大字：解鎖汽修廠。院子裡到處都是黑漆漆的機油污漬和廢棄的零件，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劣質機油味。最諷刺的是，正对大門的接待室牆上還掛着一面落滿灰塵的錦旗：誠信經營，童叟無欺。拖車剛把我的車卸下來，一個挺着啤酒肚、脖子上掛着粗大金鏈子的男人就晃悠悠地走了過來。他是這裡的站長兼老闆王強。王強圍着我的測試車轉了2圈，粗短的手指在黑白偽裝車衣上用力敲了敲。什麼破車，連個車標都沒有，國產山寨貨吧？還貼個斑馬紋裝跑車。現在的窮屌絲真是花樣多。我低着頭沒有反駁，像個唯唯諾諾的底層打工仔。老闆，我是給公司老闆開車的，這就是個雜牌試駕車，路口壓了釘子，您給換個備胎就行，我還得趕着回去交差呢。王強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洗得發白的舊工作服，滿是疲惫的臉龐，還有那口刻意偽裝的外地口音，在他的眼裡，我已經和砧板上一塊鮮嫩多汁的肥肉畫上了等號。王強嘴角勾起一抹貪婪的弧度，換備胎啊？行啊，阿龍，把車升起來，給這位兄弟好好檢查檢查。那個叫阿龍的紋身小工答應了一聲，眼神閃烁地鑽進了駕駛室，把車開上了舉升機，伴隨着液壓泵刺耳的轟鳴聲。這台裝着星火集團最高級別商業機密的工業結晶，就這樣被幾個混混升到了半空中。王強拉過一把滿是油污的塑料椅子坐下，試探地問道：兄弟，哪家公司的？看你這車連個標都沒有，不會是拼裝的黑車吧？我臉上装出一副怯懦的樣子說道：不是黑車，老闆，就是個不知名的小雜牌。公司老闆讓我開出來跑跑磨合，您趕緊帮我把備胎換上吧，我還得趕回去打卡呢。聽到小雜牌和打卡這幾個字，王強眼底的最後一絲顧忌徹底烟消雲散了。他衝着車底下的阿龍使了個極其隱蔽的眼色。那個叫阿龍的紋身小工會意，裝模作樣的拿着手電筒在車底照來照去。這台測試車的底盤被一整塊黑色的碳纖維護板包裹得嚴嚴實實，沒有任何傳統的機械傳動着外露。阿龍敲了敲護板，似乎覺得無從下手。王強重重地咳了一聲：阿龍，沒吃飯啊？給這位兄弟仔細查查，轮胎爆那麼厲害，別把底盤磕壞了。得嘞，老闆。阿龍眼中
珠一轉，趁我不注意，迅速從旁邊的一個廢油桶裡舀了一勺黑乎乎的機油，端着一個髒兮兮的接油盆走到了車頭正下方。緊接着，他不知道從哪兒摸出一小把明晃晃的金屬碎屑，悄無聲息地撒進了接油盆裡。這一切都被我通過接待室玻璃的反光看得一清二楚。我心裡暗自發笑，這幫蠢貨平時坑害燃油車司機坑習慣了，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台星火汽車的最新測試車採用的是全封閉磁懸浮直驅電機，壓根就不存在傳統的機械齒輪箱，更不可能露出那種劣質的黑色機油。哎呦我去！車底下的阿龍突然發出一聲極其誇張的驚呼：“老板，出大事了！這車底盤漏大油了！”王強猛地站起來，裝出一臉震驚的樣子，快步走到車底。阿龍端着那個接油盆走了出來，直接砰的一聲放在我面前。怎麼回事？剛才不還好好的嗎？兄弟，你自己看吧，你這爆胎的時候，底盤肯定磕到大石头了，变速箱壳子都裂了，油全漏光了。我低下頭看向那個接油盆，黑色的機油裡混雜着一大把亮晶晶的鐵屑，在燈光下顯得觸目驚心。王強伸手在盆裡撈了一把鐵屑，直接杵到我面前。看到沒有，變速箱齒輪全碎了，鐵屑都打出來了。這車現在也就是個空殼子，再敢往前開1米，發動機直接抱死拉缸，整台車當場報廢。我看着他手裡那把生鏽的鐵屑，內心毫無波瀾，甚至覺得有些滑稽。一台連齒輪都沒有的纯電磁懸浮底盤，竟然被他們查出了齒輪碎裂的絕症，這就好比給一個太監確診了前列腺炎一樣可笑。但我沒有立刻拆穿他們，陽謀的核心就是要讓對方在自己編織的謊言裡越陷越深，直到把繩索死死套在他們自己的脖子上。我立刻換上一副驚恐的表情，連連後退。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剛才就是壓了個釘子，方向盤穩得很，底盤絕对沒磕到底，而且這車……少廢話！王強臉上的偽善瞬間消失，露出了地痞流氓的本來面目。他猛地將手裡的鐵屑砸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機器還能騙你嗎？老子開修車廠10幾年了，我說你齒輪碎了，你就是齒輪碎了，你個窮打工的，懂個屁的修車！”隨着他這一聲怒吼，旁邊正在玩手機的幾個壯漢立刻扔下手裡的東西，拎着沾滿油污的加長扳手和鋼管，呼啦啦地圍了上來。5、6個膀大腰圓的漢子將我死死地堵在舉升機旁邊，空氣瞬間變得極其壓抑，機油的腥味和剑拔弩張的火藥味混合在一起。阿龍手裡掂着一把重型套筒，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兄弟，我們老板可是這片出了名的神医，他說你病了你就得治，這變速箱总成，你今天是換的换，不換也得換。”我被他們逼推到牆角，脊背貼着冰冷的墙壁。你們想幹什麼？这車不是我的，是公司的，你们這是强買強賣！強買強賣！王強像聽到了天大的笑話，放肆地大笑起來。他走到我面前，手指用力戳着我的胸口：“小子，你出去打聽打聽，在這條國道上，我解鎖汽修廠就是天！我告訴你，這車今天不僅要大修，而且必須換原廠的總成套件。我看你這破車也不值幾個錢，這樣吧，給你個良心價，變速箱總成代工時費8萬塊錢。8萬塊，對於一個普通的底層大貨車司機或者打工仔來說，這可能是1年不吃不喝的全部積蓄。這幫畜生張口就要吸乾一個普通家庭的血。我瞪大了眼睛，仿佛被這個數字嚇傻了。8萬？你們瘋了嗎？我一個月工資才6000塊，把我賣了也拿不出8萬塊錢啊！拿不出？好辦啊，車扣在這兒，1天停車費1000。什麼時候湊夠了錢，什麼時候來提車。要是敢報警，哼，你試試看，在這片地界上，誰敢管我王強的事兒？幾個壯漢聞言，立刻上前一步，手裡的鋼管有意無意地敲擊着地面，發出令人膽寒的金屬碰撞聲。他們以為這種黑社會般的陣勢足以嚇破一個普通打工仔的膽，他們以為我已經成了他們砧板上的一塊碎肉，只能任由他們宰割。我低着頭，死死地盯着地面上那把沾着機油的鐵屑，我的手在口袋裡已經摸到了手機的邊緣，陷阱已經挖好，現在該給他們送上誘餌了。當帶有干涸血跡和黑色油泥的加長扳手被那幾個壯漢有一下沒一下地敲擊着水泥地面，每一次金屬碰撞的回音都像是在對我的心理防線進行极限施压。在這荒郊野嶺的黑店裡，如果我是一個手無寸鐵的普通司機，面對這種明目張膽的暴力脅迫，恐怕早就嚇得跪地求饒了。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此刻我低垂的眼瞼下藏着的不是恐懼，而是死神凝視獵物般的冰冷。我努力讓自己的肩膀抖動起來，聲音帶着極其逼真的哭腔和絕望：“王老闆，大哥，我真沒那麼多錢，我這卡裡就只有2萬塊錢，那是我準備給老婆生孩子用的剖腹產錢啊！你行行好，放我一馬吧。”聽到老婆生孩子這幾個字，旁邊幾個拎着扳手的打手不僅沒有絲毫動容，反而發出了極其刺耳的哄笑聲。哈哈哈，生孩子？沒錢生個屁的孩子！阿龍用套筒頂了頂我的肩膀，滿臉戲謔：“小子，老婆生孩子重要，還是你的命重要？這荒山野嶺的，你要是不掏錢，今天別說車了，你2條腿也得留在我們解鎖汽修廠當抵押。”王強更是毫不掩飾眼中的貪婪與輕蔑，他像看一條喪家之犬一樣看着我，手指極其囂張地戳着我的腦門說道：“少在這給我裝可憐，沒
沒錢，沒錢就去借啊！老子在這開廠，一天幾十號兄弟要吃飯，你這車底盤漏油，齒輪粉碎，這是鐵打的事實。他頓了頓，眼神驟然變冷。今天這8萬塊錢，你少一分都別想把這輛車開出這個院子。時間在1分1秒的流逝，我估算了一下時間，這輛偽裝測試車的內部自檢系統大概還需要10分鐘才能完成受損評估，是時候收網了。我猛地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做出了极其艱難的決定，整個人因為過度悲憤而剧烈的喘息着。好，我給，還不行嗎？我紅着眼眶，死死盯着王强，但我就是个給物流公司老板開車的司機。這8萬塊錢我可以找親戚朋友借，先墊付給你們，但是這筆錢我回去必須找我們老板報銷，要是報不下來，我全家都得去跳樓。王強一看我終於鬆口要掏錢了，臉上的陰毒瞬間化作了極其虛偽的市儈笑容。哎，這就對了嘛，早這麼痛快，兄弟們也不用費這麼大口舌了，不是？破財免災，全當交個朋友了。他揮了揮手，示意那幾個打手退開。我死死捂着口袋裡的手機，仿佛那是最後的救命稻草，一字一句的提條件。王老板，既然是換總成，這錢我不能白交，你要我交8萬塊錢可以，但你必須給我開一張正規的、具有絕對法律效力的維修結算單。我老板是個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你必須在單子上給我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故意提高了音量，表現出底層打工仔那種錙銖必較的急切。王強不屑地翻了個白眼。行，死腦筋的打工仔，你想寫什麼？老子全給你寫上，只要你把錢交了，就算讓老子寫給這車換了個飛機發動機，老子也給你寫。我跟着王強走進了那間烏煙瘴氣的接待室。接待室的桌子上凌亂地堆放着各種假冒偽劣機油的空瓶子，還有一個已經沾滿包漿的印泥盒。說吧，怎麼寫？王強抽出一張印着解鎖器修廠統一結算單的紅頭單據，拿起筆不耐煩地看着我。我咽了一口唾沫，強行壓抑住內心即將翻湧而出的殺意，引導着他寫下那段足以讓他萬劫不復的判決書。第一，必須寫明車牌號和底盤號；第二，寫清楚檢測結果，原車受損變速箱總成完全損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盯着他的眼睛，極其嚴肅地強調，必須寫明原車舊變速箱總成已拆卸，並由解鎖器修廠永久回收處理。最後寫上更換全新總成，共計收費8萬元整。王強一邊聽一邊歪歪扭扭地在紙上寫着。聽到我要他寫舊部件被修理廠回收，他甚至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我說你小子是不是腦子裡有坑啊？一個破爛雜牌車的碎齒輪殼子，當廢鐵賣都不值50塊錢，你還特意讓我寫上我們廠回收了？怎麼怕你老闆以為你把那破鐵殼子偷回家賣錢啊？真是個窮酸的蠢貨。他根本不知道這台車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破爛齒輪殼子，他更不可能知道他現在大筆一揮寫下的已拆卸並回收的那個部件是代表着國家最頂尖工業結晶，造價高達2億人民幣的磁懸浮動力香氧機。刷刷刷，王強極其痛快地寫完了所有的條款，然後他拿起桌上那枚刻着解鎖器修廠合同專用章的實心銅印，重重地按在了紅色的印泥裡。砰一聲悶響，一枚極其鮮豔、具有絕對法律效力的紅色公章穩穩地蓋在了那段扭曲的文字之上，白紙黑字，大紅公章，鐵證如山。王強把單據在空中揚了揚，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喏，寫得清清楚楚，大紅公章也蓋了，現在掃碼交錢吧。交了錢，哥哥馬上讓小弟給你換總成。我拿出手機，沒有任何猶豫，直接掃碼，支付寶到賬8萬元整。清脆的電子提示音在烏煙瘴氣的接待室裡回蕩。王強聽到這個聲音，臉上的褶子都笑開了花。他滿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算你小子識相。阿龍，去給這位兄弟把那套全新的總成換上。外面的阿龍聽到喊聲，心領神會的大笑起來。他們連舉升機底下的護板都沒拆，這種所謂的換總成，無非就是拿高壓水槍把底盤外面的泥巴和機油沖洗乾淨，然後再換個完好的新輪胎。幾分鐘的功夫，阿龍就極其敷衍地喊道：“老闆，換好了，這新總成槓槓的。”伴隨着液壓機下降的聲音，我看着重新落在地上的測試車，默默將那張蓋着大紅公章的維修單仔細折疊好，貼身放進了內衣口袋裡。這張紙的重量現在已經超過了2億，它不僅是一張單據，更是一張我親手給王強這幫涉黑團夥簽發的催命符。行了，兄弟，車修好了，趕緊開着你的車，拿上你的單子，回去找你老闆報銷去吧。王強極其囂張地揮了揮手，像趕蒼蠅一樣催促我離開。他身後的幾個打手也跟着爆發出一陣充滿嘲弄的哄笑聲。謝謝老闆，我沒有再多看他們一眼，轉身上車。關上車門的那一瞬間，車廂內極其優秀的隔音性能將外面的嘲笑聲徹底隔絕。我雙手重新握住方向盤，按下了中控台上的隱藏啟動鍵。底盤磁懸浮矩陣自檢完成，狀態良好。冰冷的機械女聲在車廂內響起。我一腳踩下電門，測試車沒有發出任何燃油車的轟鳴，猶如一道黑白相間的
的幽靈悄無聲息且極其絲滑地駛出了解鎖汽修廠的大鐵門。後視鏡裡，王強和阿龍還在對着我的車尾燈指指點點，肆意狂笑。他們以為今天做成了一筆8萬塊錢的殺豬大單，卻不知道天羅地網已經在他們頭頂死死地罩了下来。開出汽修廠不到500米，我將車穩穩地停在國道的应急車道上。我從內衣口袋裡掏出那張帶有餘溫的維修單，眼神瞬間變得如刀锋般銳利。懦弱與卑微的偽裝在此刻徹底撕碎。我拿出手機，深吸了一口氣，直接撥通了那個我極其熟悉的紅色緊急專線號碼。電話很快被接起。您好，市局110指揮中心，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接線員的声音沉穩而專業。我靠在椅背上，眼神冰冷地看着後视鏡裡那座如同毒瘤般的汽修厂。我要報案，我是星火汽车集团的首席动力學工程師。10分鐘前，在國道104線的解鎖汽修廠內，我方一台国家級絕密工業樣機被暴力拆卸並強行扣留。接線員明顯愣了一下，但職業素養讓他迅速記錄。好的，先生，請問被扣留的機器具體是什麼？涉案金額大概是多少？最新一代磁悬浮矩阵动力箱核心樣機，涉案金額2億人民幣。空氣在電話那頭仿佛凝固了2秒鐘。先生，接線員的聲音瞬間變得極其嚴肅，甚至帶上了一絲嚴厲。我必須提醒您，涉案金額2億的案件屬於特大案件，報假警是要承擔嚴重刑事責任的。您確定是2億人民幣嗎？我很清醒，我微微坐直了身體，語氣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壓迫感。請你立刻在公安高權縣內部網絡中查詢國家工信部機密項目備案序列號 XH-A-001，對應的項目負責人叫林晨，身份證號。我語速極快地報出了一串數字，電話那頭傳來了急促的鍵盤敲擊聲。僅僅過了10秒鐘，接線員倒吸涼氣的聲音清晰地從揚聲器裡傳了出來。在他的電腦屏幕上，那個序列號彈出的不是普通的備案信息，而是最高級別的紅色保密警告。对應的負責人身份赫然寫着星火集团聯合創始人，國家級新能源重點實驗室首席專家林總工。接線員的聲音竟然有些發顫，這絕對是他職業生涯中接到過的最大的案子。信息核實無誤，請問現場情況如何？您是否受到人身威脅？我目前安全，但對方擁有5到6名手持钝器的打手，性質極其惡劣。他們利用欺詐和暴力、胁迫手段，強迫我交納了8萬元的維修費，並出具了蓋有該汽修廠公章的官方維修單據。單據上白紙黑字寫明，我車內的原裝動力總成已被他們拆卸並永久回收。我停頓了一下，拋出了最致命的一擊。現在那台價值2億的絕密樣機就在他們的地盤上，這不僅是重大的敲詐勒索，我更有理由懷疑這是一起有預謀的針對我國核心新能源技術的惡性商業間諜盜竊案。如果核心技術外泄，後果不堪設想。明白，林總工，請您待在安全区域。我已經直接接通市局刑侦大隊和特警大队，3分鐘內出警，絕對不會讓一台設備流出該修理廠。電話掛斷，整個市局的指揮中心在此刻猶如一座被徹底引爆的火藥桶。但我知道，僅僅靠警察還不夠。對付這種在當地盤根錯節的黑惡勢力，必須用絕對的資本和法律力量進行徹徹底底的降維碾壓。我再次拿起手機，撥通了星火集團法務部總裁沈斌的電話。作為國內令人聞風喪膽的法務女魔頭，她的電話一般人根本打不進去。林總，電話秒接，傳來沈斌幹練而冷冽的聲音。沈斌網收緊了，我在104國道被人拔了毛，他們不僅黑了我8萬塊錢，還給我開了張證明，說把咱們那台2億的樣機給回收了。電話那頭安靜了一瞬，隨後傳來了一聲極其森冷的輕笑。居然有人敢在太岁頭上动土，用偽造的故障來强抢2億的專利樣機。林總，證據固定了嗎？我伸手摸了摸內衣口袋裡那張厚實的單据，轉賬記錄、全程隱藏錄音，以及一張蓋了他們解鎖器修廠大紅公章的維修結算單，白紙黑字，天衣無縫。漂亮。沈冰的声音透出濃烈的殺氣。林總，您受委屈了，接下來的髒活交給我。我10分鐘前已經通過車輛的 GPS 定位鎖定了您的位置，現在集团的首席黑客正在全面調取那個汽修廠的所有歷史監控和網絡交易流水。另外，星火集團的最高法務團隊和公關團隊已經分成6輛車出發，我們直接繞過基層，聯繫了省廳的領導。今天不僅要讓這家黑店灰飛煙滅，還要把它背後的所有保護傘連根拔起。我在這裡等你們。我掛斷電話，目光投向窗外，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遠處的天際線上隱隱有烏雲翻滾，一場雷暴即將降臨。而此時此刻，500米外的解鎖器修廠內卻是一片極其狂熱的歡慶氣氛。烏煙瘴氣的接待室裡，王強正把雙腿高高的翹在辦公桌上，他手裡攥着厚厚一沓剛從銀行取出來的現金，那是昨天剛刚敲詐另一位卡車司機得來的贓款，加上今天我剛轉進賬戶的8萬塊，他這個月的流水已經突破了30萬。阿龍，
今天晚上天上人间，大哥请客。王强嚣张的大笑着，把几张100元大钞直接摔在阿龙的脸上。阿龙捡起钱，谄媚的凑上前：“大哥高明啊！刚才那个外地佬还真以为咱们给他换了什么全新总成呢。8万块钱啊，老子就拿高压水枪把他车底的泥巴呲干净了，连个螺丝都没动。这錢賺的比踏馬印鈔機還快。窮屌絲一個，開個破爛雜牌車，還敢來咱們這兒修，這不是找宰嗎？”另一個打手拎着鋼管走進來，順手拿了一瓶啤酒，咬開蓋子。他還非得讓大哥蓋公章，說要回去報銷。估計這會兒正開着那輛漏油的破車，在半路上哭呢。蓋怎麼不給他蓋？王強吐出一個煙圈，極其陰毒的冷笑：“老子的章專門蓋給這幫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蠢貨，白紙黑字寫着他自願修車，他就是告到天王老子那兒，也是咱們占理。進了我解鎖器修廠的門，是龍德盤着，是虎德臥着。”這幫吸血鬼肆無忌憚地狂笑着，享受着把別人逼上絕路帶來的變態快感。他們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土皇帝美夢中，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毫無察覺。就在王強準備開第二瓶啤酒的時候，一陣極其淒厲、刺耳的警笛聲突然撕裂了國道的寧靜。起初警笛聲似乎還在幾公里外，但僅僅過了10幾秒，那聲音就像狂暴的颶風一般，以極其恐怖的速度向汽修廠逼近。這不是一輛警車的聲音，這是幾十輛警車匯聚在一起拉響的最高級別紅色警報。王強手裡的啤酒瓶猛地頓在了半空中，他臉上的狂笑還沒來得及完全收斂，就僵硬在了那裡，顯得極其滑稽。大哥，阿龍聲音開始發抖，這是衝咱們來的嗎？慌什麼？王強強行壓下心頭的慌亂，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老子在這條道上幹了這麼多年，什麼陣仗沒見過？海哥是咱們的後台，不就是個窮司機報警了嗎？消費糾紛而已。走，出去看看。他抄起桌上的扳手，帶着幾個手下走出了接待室。然而當他走到汽修廠大鐵門前的那一刻，他徹底傻眼了。刺眼的紅藍爆閃燈幾乎將整個汽修廠的院子照得透明，整整10輛特警防爆車像鋼鐵長城一樣死死地堵住了大門。黑洞洞的槍口、防爆盾牌以及全副武裝的特警隊員猶如神兵天降，瞬間封鎖了所有的出入口。而在這些警車的後方，3輛極其張揚的黑色邁巴赫 S680掛着星火集團的內部通行證，正如同幽靈般緩緩駛來，最終穩穩地停在了警車的防線中央。車門打開，一雙錚亮的皮鞋踏在滿是機油的泥地上。我換上了一件質地極好的黑色風衣，在10幾名西裝革履的頂級律師簇擁下，面無表情地朝着王強走了過去。王強手裡的扳手吧嗒一聲掉在了地上。都不許動，雙手抱頭，蹲下。伴隨着全副武裝的特警隊員整齊劃一的怒吼，幾十把黑洞洞的微衝直接鎖定了院子裡的每一個人。咣當啪嗒，剛才還囂張跋扈，準備去天上人間快活的阿龍和幾個打手嚇得渾身一個哆嗦，手裡的啤酒瓶和加長扳手瞬間掉了一地。他們哪見過這種陣勢，平時最多也就是騙警來調解一下糾紛，今天這架勢簡直就像是來剿滅恐怖分子的。幾個壯漢雙腿一軟，極其熟練地抱着頭，像鵪鶉一樣蹲在滿是油污的地上瑟瑟發抖。王強雖然勉強還站着，但那雙粗壯的腿肚子已經不受控制地瘋狂打轉。他瞪大了滿是紅血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走到他面前的我。原本那個穿着舊工作服，連8萬塊錢都要找老闆報銷的底層窮司機，此刻卻套着一件剪裁極其考究的黑色風衣。他身後站着的清一色是戴着金絲眼鏡、手提密碼箱的頂級精英律師。這種上位者的氣場絕不是裝出來的。警察同志，誤會，這絕對是天大的誤會啊！王強嚥了一口唾沫，強擠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臉，對着走過來的市局刑偵大隊長趙隊連連擺手：“趙隊長，我是老王啊，解鎖器修廠的，這就是個普通的修車糾紛。這小子，這位先生修了車不想給錢，故意報假警搞我們啊！”閉嘴！趙隊長眼神極其冷厲，猶如看一具屍體般看着他。王強，你涉嫌重大商業機密盜竊案，涉案金額高達2億人民幣。我現在依法對你的汽修廠進行全面封鎖和搜查。2億？王強倒吸了一口涼氣，尖銳的嗓音直接破了音。趙隊長，您開什麼國際玩笑？他那就是一輛連車標都沒有的破爛雜牌車，我不過就是收了他8萬塊錢的換件費，哪來的2億？你們這是釣魚執法！我要見我的律師，我要找海哥。就在這時，站在我身旁的沈冰踩着高跟鞋，冷冷地走上前一步。這位星火集團的法務女魔頭推了推鼻梁上的無框眼鏡，打開手裡的真皮文件夾，抽出一份蓋着國家工信部絕密鋼印的文件。王強是吧？豎起你的耳朵聽清楚，你口中那輛連車標都沒有的破爛雜牌車，是我國頂尖新能源車企星火集團未發布的保密測試車。這輛車上搭載的是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磁懸浮矩陣動力箱的唯一一台核心測試樣機。該項目歷時3年，研發總投入達到2億1700萬人民幣。沈冰的每一個字都像是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王強的心臟上。王強的臉色瞬間褪去了所有的血色，變得比紙還白。不可能，他明明就是個窮貨，那車底盤還漏機油了，齒輪都碎了。
是我親自驗的。王強指着我，像條瘋狗一樣咆哮起來，試圖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对，我有證据，我有单據。这小子是自愿修车的，他自己签了字画了押的，你们看。王强像疯了一样，连滚带爬地冲回接待室，抓起桌上那张维修单的存根联，高高的舉過頭頂。警察同志，你们看，白紙黑字寫着呢，原車受損變速箱總成已拆卸並由解鎖汽修廠永久回收處理。這可是他讓我寫的，也是他自願交了8萬塊錢的。我就是個修車的，我按流程辦事，我沒偷他的東西。他以為這張單子是他正當防衛的免死金牌，殊不知，當他把這張單據舉起來的那一刻，我嘴角終於勾起了一抹極其殘忍的冷笑。我大步走到王強面前，居高臨下的看着他。王老闆，你是不是初中沒畢業，閱讀理解有問題？你手裡的這張單子不僅有我的簽字，更蓋着你解鎖汽修廠的大紅公章。我微微俯下身，聲音猶如來自九幽地獄的催命符。這張蓋着公章的官方單據，在法律上構成了絕對的證據鏈，它證明了3個不可推翻的事實。第一，在10分鐘前，我的車裡確實裝着那台造價2億的動力箱。第二，是你解鎖汽修廠，親手將這台2億的設備從我的車上拆卸了下來。第三，也是你親筆寫的，這台2億的設備被你們汽修廠永久回收了。我指着他手裡的紅頭單據，眼神瞬間變得極其凌厲。現在證據確鑿，你們在沒有任何合法授權的情況下強行扣留並吞匿了價值2億的國家級商業機密。王老闆，請問你把那台價值2億的磁懸浮動力箱藏哪兒了？全場死寂，風似乎都停了，只有不遠處警車的爆閃燈在王強那張扭曲變形的臉上瘋狂閃爍。趙隊長一揮手，2名特警直接上前，將王強手裡的單據存根極其小心地裝進了透明的物證袋裡。王強，這單子上的字是你寫的吧？公章也是你蓋的吧？行了，物證俱在，現在交出那台2億元的動力箱樣機。趙隊長厲聲喝道。王強的腦子嗡的一聲，仿佛有一顆核彈在顱腔裡直接炸開，他的大腦徹底宕機了。動力箱什麼2億的動力箱，他根本就沒有拆過任何東西啊！阿龍只是拿高壓水槍把底盤的泥巴沖了一遍，連個螺絲帽都沒動過。那把所謂的碎齒輪鐵屑，還是他們自己從廢油桶裡挖出來撒進去騙人的。可是那張蓋着大紅公章的單據上，是他為了嘲笑這個蠢貨打工仔，洋洋得意的親筆寫下的，已拆卸並回收啊！不是這樣的，我沒拆，我真沒拆啊！王強的心理防線在這一瞬間徹底崩塌了，他撲通一聲跌坐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拼命地對着趙隊長喊道：趙隊長，那單子是我瞎寫的，我騙他的，那車根本就沒壞，也沒有漏油，那鐵屑是我讓阿龍撒進去的，我們根本沒拆他的總成，那8萬塊錢是我們敲詐他的，我承認，我敲詐勒索，你們抓我吧，判我敲詐勒索吧，但我絕對沒有偷那2億的機器啊！為了洗脫盜竊2億商業機密的彌天大罪，王強像竹筒倒豆子一樣，當着所有警察和律師的面，極其崩潰地將自己無中生有、撒鐵屑、暴力脅迫、敲詐8萬塊錢的犯罪事實交代得乾乾淨淨，甚至連旁邊的阿龍也嚇得連連附和。對，警察同志，鐵屑是我撒的，我們就是想坑他8萬塊錢，我們連螺絲刀都沒拿。沈冰站在一旁，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譏諷。趙隊，嫌疑人已經當眾對有組織敲詐勒索及涉黑涉物暴力脅迫的罪名供認不諱。這部分口供我們已經全程錄像。我看着癱軟在地上如同一灘爛泥的王強，眼中沒有絲毫的憐憫。陽謀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我給你挖了2個坑，不管你往哪兒跳，都是死路一條。我上前一步，一腳踩在王強掉落的那把加長扳手上。王強，你覺得你承認了敲詐勒索，就能把那2億的賬賴掉嗎？你作為一個修車廠的老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維修單上簽字蓋章，現在你說你是瞎寫的，你說沒拆就沒拆。我轉頭看向趙隊長，趙隊在法律上白紙黑字加大紅公章的效力是高於嫌疑人單方面口供的，他現在的翻供完全可以視為是為了逃避2億元特大盜竊罪而故意編造的謊言，除非他能變出那台機器，否則這單據就是鐵證。王強猛地抬起頭，眼神中充滿了極其深邃的恐懼，他終於反應過來了，這是一個死局，一個從頭到尾嚴絲合縫，根本沒有給他留任何退路的完美死局。承認單子是真的，他就是盜竊2億商業機密的頭號間諜，無期徒刑把牢底坐穿；承認單子是假的，他就是利用作弊手段、長期尋釁滋事、涉黑涉物的詐騙勒索犯，數額巨大，同樣是10年起步的重罪。最要命的是，因為他自己手賤蓋的那個公章，如果找不回那台莫須有的設備，星火集團那恐怖的法務部絕對會讓他賠得連骨渣都不剩。你他媽算計我！你做局坑老子！王強像一頭陷入絕境的野豬，猛地從地上彈了起來，張牙舞爪的想要朝我撲過來。老子弄死你！把單子還給我！還給我！特警隊員一腳狠狠地踹在王強的膝彎處，王強慘叫一聲，重重地砸在地上，隨即便被2名特警極其粗暴的反剪雙臂死死地按在滿是泥水的地面上，冰冷的手銬咔嗒一聲，無情地鎖住了他的雙手。趙隊長大手一揮，帶走！
汽修廠所有人員全部带回局里，连夜突审，所有人散開，保護案發現場。技術科立刻對整個汽修廠進行地毯式搜查，絕不能放過任何一個零件。警笛長鳴，紅藍閃爍，曾經在104國道上橫行霸道，吸乾了無數司機血汗的解鎖汽修廠，在今夜迎來了他的毀滅。王強被拖上警車時，面如死灰，眼神渙散，嘴裡還在魔怔般的念叨着：“我沒拆，我真的沒拆那個2億的鐵疙瘩。”我站在冷風中，攏了攏風衣的領口，這只是一盤大旗的開胃菜，真正的大魚還在水底下。我轉過頭看向沈冰，他的保護傘，那個叫海哥的，有動靜了嗎？沈冰合上文件夾，鏡片反射出極其危險的寒光。林總放心，他引以為傲的後台，馬上就會體會到什麼叫做真正的絕望。市局刑侦大隊燈火通明，審訊室裡的咆哮聲和哀嚎聲，隔着厚厚的隔音門，依然隱隱約約能傳到走廊上。王強徹底崩潰了，在无期徒刑和10年起步的生死抉擇面前，他那點可憐的江湖道義，連1秒鐘都沒能撐住。趙隊長拿着初步口供走出審訊室，臉色鐵青地向我走來。林總，全撂了，這個解鎖汽修廠不僅是個敲詐勒索的黑窩點，還是個非法的報廢車零件走私中轉站。趙隊長壓低了聲音，眼中閃過一絲怒火。王強供出，他背後真正的老板是本地壟斷汽配城和地下運沙產業的地頭蛇孫長海，人稱海哥。我坐在長椅上，手裡端着一杯一次性紙杯裝的溫水，輕輕吹了吹漂浮的茶葉。孫長海，看來這條魚的個頭剛好夠給我這盤大旗塞牙縫。就在這時，刑警大隊院子外的大門處突然傳來一陣極其刺耳的急剎車聲，吱，3輛黑色的路虎揽勝猶如橫衝直撞的野豬，極其囂張地停在了市局大廳的台階下，車門砰砰作響，10幾個穿着黑色緊身短袖、露出大片刺青的魁梧漢子魚貫而出，直接在台階兩旁排開。緊接着，中間那輛路虎的車門被推開，一個穿着昂貴定制西裝、脖子上卻掛着一根極其突兀的粗大金鏈子的光頭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了下來。他手裡盤着2顆油光锃亮的極品核桃，眼神陰悚，走路帶風。跟在他身後的是一個提着公文包、戴着金絲眼鏡的精英律師孫長海，海哥。他甚至連看都沒看門口值班的警員一眼，帶着人極其狂妄地推開了接警大廳的玻璃門。喲，趙大隊長，大晚上的還在忙呢。孫長海皮笑肉不笑地打了個招呼，極其隨意地走到大廳中央，目光猶如毒蛇一般在四周掃視，最後死死地鎖定在了我的身上。他顯然已經接到了風聲，但他得到的錯誤情報是，一個外地來試車的技術員不知道從哪兒請了個厲害的律師，用一份假單據把王強給坑進了局子裡。在他看來，所謂的2億動力箱不過是這個技術員用來訛詐他們的荒唐借口。孫長海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看着我，隨後從懷裡掏出一張銀行卡，啪的一聲拍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你就是那個報警的司機林晨吧？孫長海拉過一把椅子，大喇喇地坐下，翹起2郎腿。兄弟，出來跑江湖，圖的是個求財。今天這事兒是個誤會，王強那個蠢貨不懂事，跟你開了個玩笑，傷了和氣。這卡裡有10萬塊錢，連你的修車費帶精神損失費全在裡面了。他盤着核桃，發出咔咔的摩擦聲，語氣中透着一股不容拒絕的霸道。拿上這10萬塊錢，去跟趙隊簽個字，說案子撤了，你的車沒壞，單子是開着玩的，然後帶着你的車平平安安的滾出我的地盤。趙隊長厉声喝道：“孫長海，你當這裡是哪兒？公然在公安局大廳收買報案人，你是不是覺得我這的拘留所裝不下你？”孫长海的精英律師立刻走上前，擋在趙隊面前，臉上堆滿職業假笑。趙隊長，您誤會了，我的當事人只是在進行極其合法的民事糾紛調解。既然涉案的汽修廠願意給出高額的賠償，雙方完全可以達成庭外和解，這並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孫長海沒有理會趙隊長，而是極其陰毒地盯着我，身體微微前傾，壓低了聲音：“小子，別給臉不要臉！你他媽真以為我不知道？你那車裡根本就沒有什麼2億的破機器，你想玩黑吃黑，敲詐到老子頭上來了。”我沒有看那張銀行卡，而是緩緩抬起頭，目光極其平靜地迎上他那凶狠的眼神。孫老板，你的數學是不是王强教的？我丟的可是價值2億的國家級絕密機器，你拿区10萬塊錢就想讓我把這2億的窟窿給填了？我要是簽了這個字，回去怎麼向國家工信部和星火集團的董事會交代？你是準備替我去做這無期徒刑的牢嗎？孫長海眼角猛地抽搐了一下，手裡的核桃骤然停住，他以為我在獅子大開口，是在借機抬價。好膽識！孫長海怒極反笑，臉上的橫肉擠在一起，顯得極其猙獰。在這1畝3分地上，敢跟我孫長海玩心眼的，你還是頭一個。他猛地站起身，雙手撐在茶几上，臉幾乎貼到了我的面前。那是一種常年游走在黑白2道邊緣的亡命徒才會有的殘忍眼神。我不管你背後是哪個公司，我也不管你用了什麼手段搞到了那張單子。我今天把話放在這兒，你要是今天不把字簽了，我保證你還有你的車，連一塊完整的鐵皮都帶不出這個市。你家裡有老婆孩子吧？你最好替他們想清楚，有些錢你有命訛，
沒命花。咔嗒一聲極其清脆的錄音筆關閉聲在孫長海耳邊響起。站在我身後的沈冰優雅地將一支純黑色的錄音筆收進口袋。孫長海，男，45歲。刚才这段涉及人身死亡威胁及涉黑性质恐嚇的錄音，我已經同步上傳至星火集團法務部雲端，並抄送給了省廳督導組。沈冰推了推眼鏡，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恭喜你，你的罪名清單上又多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孫長海猛地轉過頭，死死盯着沈冰。他身後的10幾個打手見狀，立刻向前逼近了一步，手已經摸向了腰間。大廳裡的火藥味瞬間達到了臨界點。怎麼，孫老板想在市局大廳裡動手？我依舊坐在椅子上，連水杯都沒有放下。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塊極其低調卻代表着全球限量10塊的理查德米勒機械表。現在是晚上8點15分，我看着孫長海那張狂妄的臉，嘴角勾起一抹看戲般的冷笑。孫老板，如果我是你，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浪費時間威脅一個工程師，因為你引以為傲的那個土皇帝美夢只剩下最後5分鐘的壽命了。孫長海愣了一下，隨即爆發出一陣極其放肆的狂笑，哈哈哈！5分鐘，你他媽以為你是誰？天王老子嗎？在我的地盤上，別說5分鐘，就算給你5年，你也動不了老子一根汗毛。然而就在他笑聲還未完全落下的時候，孫長海口袋裡的私人手機突然像催命一樣極其淒厲的震動，狂響了起來。孫長海臉上的狂笑猛地僵住，他有些煩躁地掏出那部鑲着金邊的私人手機，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是他手下負責整個汽配城供應鏈的總經理老趙。孫長海按下接聽鍵，直接破口大罵：催什麼命？老子在市局辦正事呢，有屁快放！電話那頭，老趙的聲音帶着極其驚悚的哭腔，甚至連破音都顧不上了。海哥，出大事了，天塌了呀！就在剛才這2分鐘裡，咱們汽配城所有的上游供貨商，全國17家大型汽車零件廠，同時發來了單方面解約函。他們不僅停了咱們所有的貨，還要求我們在24小時內結清所有尾款。什麼？孫長海猛地站直了身體，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這幫供貨商瘋了嗎？老子每年給他們走幾千萬的流水，他們敢違約？他們說原因了嗎？說了，他們統一的回復是，咱們汽配城涉嫌竊取星火集團核心商業機密，被星火集團全行業拉黑封殺了。所有跟咱們合作的企業，如果不斷供，星火集团將直接對他們進行技術制裁。海哥，您到底惹了哪路神仙啊？咱們庫房的資金鏈瞬間就斷了。啪嗒，孫長海手裡的极品核桃掉在了大理石地面上，摔得粉碎。他的大腦出现了一瞬間的空白。星火集团，那個市值數千億，被譽為國產新能源汽車之光的巨無霸企業。他猛地轉過頭，極其駭然地看向坐在長椅上依舊雲淡風輕喝着水的我。直到此時，他才猛然回憶起剛才那個冰冷的法務女人自報家門時說的就是星火集团法務部。他以為那只是個不知名的野雞皮包公司，卻沒想到那是能讓整個汽車行業抖三抖的通天巨獸。沒等孫長海從巨大的震驚中回過神來，滴滴，手機的呼叫等待音再次響起。這一次是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的總行長。孫長海的手開始控制不住的顫抖，他哆嗦着按下接聽鍵。王行長，孫長海，你他媽把老子害慘了！平日裡稱兄道弟的王行長，此刻聲音裡滿是極其憤怒的咆哮。省廳經偵總局和反洗錢中心剛才直接下達了紅色凍結令，你名下的所有個人賬戶、汽配城的對公賬戶以及你參股的3個砂石礦資金，已經全部被司法凍結。你欠我們行的5000萬過橋貸款，現在因為你涉嫌重大經濟犯罪和黑惡勢力犯罪，被系統判定為高風險死賬。銀行法務部已經啟動強制執行程序，今晚就會去貼封條，封你的別墅和廠房。嘟嘟嘟，電話被極其無情的掛斷。孫長海渾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間被抽乾，他的臉色從剛才的囂張跋扈變成了死人般的灰白。2通電話，僅僅2通電話，不到3分鐘的時間，他苦心經營了10幾年的地下商業帝國，那些他引以為傲的資本和底氣，就在這無聲無息中被人猶如捏死一隻螞蟻般徹底碾成了精粉。這就是真正的頂級資本與國家重工企業結合所產生的恐怖能量。在絕對的降維打擊面前，他這個所謂的地頭蛇連一隻稍微大點的劍斧都算不上。然而真正的絕望才剛剛開始。沈冰看着搖搖欲墜的孫長海，伸手推了推金絲眼鏡，語氣極其冰冷：孫老闆，別急着腿軟，好戲還在後頭呢。他拿出平板電腦，點開一個實時監控畫面，直接扔到了孫長海面前的茶几上。畫面裡是孫長海位於城西的那個非法砂石礦。此時極其震撼的一幕正在上演，原本漆黑的礦區公路上亮起了連綿不絕的重型卡車大燈，整整200多輛印着星火物流的重型半掛牽引車，像一條鋼鐵巨龍，將砂石礦所有的出入口、必經之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些曾經被孫長海手下暴力敲詐過、被迫交着高昂過路費的貨車司機們，此刻全部熄火下車。他們沒有任何過激的
的暴力舉動。只是吉西平靜地打開雙閃，站在車旁抽煙。面對砂石礦裡那些拿着棍棒急得跳腳的打手，司機們的回答极其統一：抱歉啊，车壞了，正在修。星火集团的指令，什麼時候修好，什麼時候走。這是陽謀的第2層合法維度。你孫長海不是喜歡玩路霸、搞敲詐嗎？今天就讓你嘗嘗被真正的鋼鐵洪流按在地上摩擦的滋味。你们，孫長海指着屏幕，又指了指我，喉嚨裡發出極其粗重的拉風箱般的喘息聲。他的雙眼因為極度的充血而變得通紅，身體像康篩一樣劇烈的抖動着。我終於放下了手裡的紙杯，緩緩站起身，那股久居上位的冰冷氣場瞬間將孫長海引以為傲的凶悍壓制得體無完膚。我大步走到他面前，眼神猶如2把極其鋒利的尖刀，直刺他的靈魂深處。孫老闆，你剛才說在你的地盤上我動不了你一根汗毛，現在呢？你的資金鏈斷了，賬戶封了，供應鏈毀了，連你最後的砂石礦也被我合法的物流車隊徹底鎖死，這就是你所謂的底氣？孫長海身後的那10幾個打手此刻早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他們雖然沒文化，但也看得出局勢的極其不對勁，連他們的大哥都被瞬間剝奪了一切，他們這些拿錢辦事的混混難道還要负隅頑抗嗎？幾個打手甚至連連後退，主動將手舉過頭頂，蹲在了牆角。那個一直跟在孫長海身邊的精英律師更是嚇得臉色慘白，極其迅速地拉開距離，生怕和孫長海扯上任何關係。孫長海雙腿一軟，撲通一聲，極其屈辱地跌坐在了大廳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剛才那股要殺人的囂張氣焰，此刻已經蕩然無存。他雙手死死地摳着地面，指甲都崩出了血絲，聲音極其凄厲地哀求起來：“林總工，是我有眼不識泰山，是我瞎了狗眼。”孫長海像一條被打斷了脊梁的野狗，瘋狂地抽着自己的耳光，啪啪啪！我不知道您是星火集團的神仙啊！那個2億的機器，我真的沒見過。全是王強那個畜生自作主張的，您大人有大量，把我當個屁放了吧！只要您撤案，我把所有的錢都給您，我的汽配城，我的別墅全給您。我看着在地上瘋狂道歉的孫長海，心中沒有掀起半點波瀾。孫長海，你搞錯了一件事，如果我只是個普通的老百姓，今天被你們扣了車，敲詐了8萬塊錢，還被你拿老婆孩子威脅，我可能真的只能自認倒霉。但很可惜，我手裡握着足以碾死你的資本。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為了要你的臭錢，我是要讓您還有你背後的這群毒瘤知道什麼叫做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猛地轉過身，看向一旁早已經蓄勢待發的趙隊長。趙隊證據鏈已經極其完整，孫長海團夥涉嫌長期組織黑社會性質敲詐勒索、暴力脅迫，以及涉嫌包庇重大商業機密盜竊案，現在該收網了。趙隊長大喝一聲：“好！”他猛地拔出腰間的配槍，極其威嚴地指着地上的孫長海：“市局特警大隊、刑侦大队听令，全面收網，立刻對孫長海進行刑事拘捕，兵分3路：查風氣配城、查豐城西沙石礦，調取所有涉黑賬本。今晚咱們雷霆掃黑，把這幫害群之馬連根拔起。”嘩啦，極其冰冷的手銬死死地鎖在了孫長海的手腕上，他像一灘軟肉一樣被2名特警粗暴地從地上拖了起來。他知道自己徹底完了，不僅傾家蕩產，等待他的將是極其漫長且絕望的鐵窗生涯。警局大門外，無數警燈撕裂了黑夜的濃霧，一輛輛滿載特警的防暴車呼嘯而出，如同極其鋒利的手術刀，狠狠地刺向這座城市裡那些隱秘的毒瘤。我站在台階上，看着孫長海被押上警車，夜風吹起我的黑色風衣。這盤以2億樣計為誘餌的陽謀大局，終於落下了極其完美的帷幕。